子，女郎还不肯试婚衣。下去。脚。另一只。真打算赖在崔家一辈子啊？这里是崔家，是我家，有你的一份，也当有我的一份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非要找个赘婿不成？崔少安，你不过就是想把我从崔家赶走，然后你好执掌整个崔氏。从小到大，论读书理事，你哪样比得过我？同是阿父的孩子，凭何你是少主？阿紫，你已经要嫁给齐王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这崔氏，又何值得你留恋的？没什么好值得留恋的。我不过就是怕崔家毁在你的手里罢了。公子，人抓到了。崔少安，你又抓了谁？自然是美人。崔令仪，赐婚圣旨已下，你不走也得走。人呢？人肯定没有跑出灵峰铺，我立刻带人去搜。走。阮小六去哪儿了？随我出雾铺，瓜州境内，把人给我找出来。一个一个都别愁眉苦脸的。既然来到这儿，就把心定下来。以后啊，你们可都是要享受荣华富贵的。一个一个都机灵着点儿。能被选上侍奉公子，可是你们的福气。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，别都哭丧着脸。就你了，不中用的东西！他为何会吓晕过去？听说被公子选上会受尽折磨，可去后山的矿上做工就不同了，吃穿用度都在灵峰铺，每个月还有利钱可以给家人。灵峰铺果然开私矿，难道这些女孩都是去挖矿的？为何选女孩？我阿母会不会也在那里？愁眉苦脸的干什么？就你了，把其他人都给我送到公房。公子，她是这批女孩里样貌最好的，奴正准备送到您房里去呢。把头转过来。丑是丑了点儿，就他了，把他送到我房间。妈，世子，你快救救我们家女郎吧！她被崔家的人骗到此处，被他们抓走了。他和袁小六不是要去驼高山吗？怎么会到瓜州？原本是这样没错，可女郎收到了郡主的家书，郡主说这里有女郎之前想找的乌采矿，邀女郎一观。谁知道来到此处就落入了圈套。崔氏抓谢家瑜做什么？崔氏不仅开私矿，还挟持郡主和谢家瑜，必另有图谋。你二人准备一下，立刻随我入灵峰铺。世子，谨慎行事。世家地保一向戒备森严，要如何进去？光明正大的进。叫什么名字？我叫……算了，你之前叫什么不重要，从今日起你就叫月娘。歌衣舞姬什么的，随便来一个。不会，我平生最恨吟诗作对，附庸风雅，女界内训，更是深恶痛绝。
不如我给您变个戏法吧。我还从未见过哪个女子，啊不，是任何一个人，解9连环比你还快的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我会的可多了。你若是还有一些想让我解的，尽管拿来。你比那些大家闺秀强多了，到时候把你送进宫，也能跟我阿紫打个擂台。等会儿，入宫？你让我跟你阿紫一同入宫，你这不是害你阿紫吗？谁让他处处与我作对啊？什么事都要管着我。这有人管也挺好的，像我就没有什么人管，我这一辈子过得可苦了。凭你的身份，谁敢让你吃苦啊？什么？你可知在这乱世之中，要养出你这样的秀丽乌发，要花费多少银两？这是从未受过冻馁之苦，才有的余欲丰饶、金堆翠绕里养出来的女儿，而我凌风铺收的都是流民孤女，哪会什么歌舞、9连环，饭都吃不起。像你这般多才多艺，还珠圆玉润的，是头一个。说，你是什么人？我的确不是什么流民，我是……在下东宫使者，禁军右卫阿大，见过齐王妃。尚未成婚，称崔娘子即可。崔娘子，这些都是我家殿下送来的礼物，希望能合娘子心意。没有谢娘子下落，我这边也没有发现地牢。公子希纳的这个小妾事儿也太多了，还让我们把一根竹子劈成100根竹子，分明就是在折磨人。什么律师，我看就是忽悠公子的。你们继续勘察凌风铺内守备。东西给您送过来了。给您放在哪儿？你们就随便放这儿就行。妙，妙。是我。我知道是你。你怎知我来凌风铺了？东宫使者阿大还会说话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不过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这里到北府怎么着也得6、7日吧？北府得了怪病，与瓜州有关。我来这里的第1日就碰到了南星，他说你让他来找我。哎，我运气真不错。都被抓到这儿了，你还运气不错呢？摸金校尉，你当真以为我跟我那个傻弟弟一样蠢？不知道你就是谢太傅之女谢家瑜吗？听说你是齐王殿下的心上人，后与世子萧无一成婚，现如今又跟这个叫阿大的侍卫不清不楚的，你倒是很有手段嘛。放开他！你乖乖的喝下这瓶药，我就放开他。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怎么样？这是最猛的合欢散，
我看他生龙活虎、身强力壮的，倒是最适合此物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说，你究竟是谁？你那2个帮手现在何处？你们来凌风铺到底有何目的？崔大女郎，这场戏你到底还要演多久啊？你若真心想要加害于我们，何不把我们直接交给崔少安？这合欢散不过是活血药，加上川穹虽一时能让人气血上涌，但也有解毒之效。你并不是坏人。萧世子一直不肯以真面目示人，又让令仪如何坦诚呢？你知道我是谁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们毁了崔家。可你马上就要嫁入东宫，想必你们也看到矿洞中那些女孩子了吧？我阿父造下的孽，早晚有一天要大白于天下。到那时，天下第一世家崔氏必会万劫不复。所以我想请2位助我崔氏重回正道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是我阿母的玉佩。你见过我阿母？她是不是被崔少安困在此处？是我将郡主藏了起来。我之所以知道你是谢家瑜，是因为我救了郡主。郡主发现矿洞本可逃离，却为救矿洞中的女孩子们身陷险境，被我阿父追杀。郡主让我写信给你，她说只要这封信交到静安王府，世子萧无一就会知道他在矿洞中有危险。只是没想到你也来了，既然来都来了，所以你想在今夜动手？我已放出消息，世子与女郎出逃凌风铺，此时我阿弟真毒已解，他定然会出城抓捕。抓住萧无一、谢家瑜者，赏金100两。届时便是扳倒我阿父的最好时机。阿母，好算计！萧世子，久仰大名，把剑放下。阿父。阿紫与我婚约不日便完婚，如今萧无一和郡主都在我们手中，并没有什么大碍。还请阿父放过阿紫。阿父，您还要继续利用我，来威胁少安行恶吗？阿紫，还要继续再用少安胁迫我为家族掩盖真相吗？从小到大，您每每挑拨我与少安相争，您夸奖我时，总会将少安训斥得一无是处。少时我不懂，不过是为了讨好您，才会与我的阿弟针锋相对。您要的根本就不是儿女，不过是2个任你摆布的棋子罢了。我宁死也不会再受你摆布了。你以为云昭郡主是什么良善之人？你以为他是为了揭发崔氏而留下来？你以为他引来萧无一是为了帮助你揭开崔家的丑恶？他是为我手中却骨令。我不管他是为了什么，我只要他能毁掉这里的一切就够了。阿紫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父亲说话呢？跪下，跟父亲道歉。少安，咱们家真正疯了的人，是我们的好父亲。阿紫，阿紫，阿紫，阿紫。云昭郡主，你的女儿和救兵都落在我的手中，还不交出却骨令吗？阿母，你怎么样？崔珏，
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篡改我的信！我是借家书通知萧无一，但我在信上做了手脚，万万到不了家瑜那里，是你故意设计。因家瑜来此，是我也要知道郡主图谋雀骨令和矿藏是为了谁吧？阿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郡主果真是位好母亲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女儿改制北伐。其实真正需要矿藏的是萧世子，可是女儿又在人家手中，做母亲的怎能不低头啊？于是你是为了萧世子来到瓜州，萧无意，方才崔俊所言是真的吗？我阿母是为了你才找的雀骨令。是，可以这么说。我阿母向来不参与朝局，若非有人逼迫，她不会主动涉入其中。你拿我威胁她了？没有，我从未拿你威胁过她。但这其中曲折复杂，我日后再与你解释。但我阿母就是为了我才答应你的。我以为阿母和阿父和离之后，他终于能过上自己的人生，去看他从未看过的山川湖海，去过他从没有过过的恣意人生。没想到，却还是被我连累，被人利用，走到这绝处来。我还以为你在靖安王府对我的那些照顾，你任我来去自由，是因为你就是一个好人。是我太蠢了。我所做的一切，从来都不是为了与郡主做交易。谢佳玉，难道你一丝一毫都没有感受到吗？难道不是吗，萧无意？你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我。你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时，就利用我平息长沙王之乱；等你知道我是谁了，就利用我的自由，用我的性命来逼迫我阿母交出雀骨令，让我阿母身陷险境。是。都怪我。把人给我带上来！阿母，谢家与萧无一，再向前一步，我就让云昭立刻死在你们面前。崔俊，你敢？萧无意，你这是北府军的战鼓声。萧无一，你是何时过的去？从郡主将雀骨令下落告诉你的那一刻。停龙偃月。这是北秦鹰王的图腾。没错，都是北秦人，鹰王的爪牙。崔俊，北秦鹰王就是你的私矿买家，你一直与北秦勾结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崔俊，20多年前，北秦攻打上京，正是你首告安陆两大世家之时。莫非从那时，你就勾结了北秦？这才造成了上京城内血流飘出。什么血流飘出？我只知道安陆两家里通卖国，只知道文熙帝荒淫无道，弄得国破家亡。放肆！你竟敢污蔑先帝！莫忘了，
你是文熙皇后的哥哥，也是却骨令的持领人，都肩负着大业难度，辅佐文熙太子。文熙太子早死了，他没有死。文熙太子没有死。告诉我，文熙太子他是谁？藏在哪里？阿母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呦，阿母疼，轻点吧，要不？还装？还是有点疼的嘛。以前你总想着游历山川，行走天下，走过了这一遭，以后还想去吗？阿母，遥遥走出健康，才知真正的天下为何物。没有锦衣玉食，也没有华彩千灯。就像今日大堂上那个女孩，她就那么亲眼看着自己的哥哥惨死在自己面前。可能她这辈子再也没有亲人了，而且也没有人再给她煮蜜水喝了。可是有的人心又是那么的坏，就像那个崔俊，他为了却骨令，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放过。对，我与文熙皇后情同姐妹，常听她聊起哥哥，说他兄长是个胸怀大义、志向高远之人，为了勘察大业矿藏，几乎走遍了全国。可今日见崔俊所作所为，跟文熙皇后说的完全是两个人。从未见过。那你父亲自漠北游历回来之后，可有何异常？我曾听母亲提过，父亲从漠北回来时身受重伤，伤愈过后便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性情冷漠，暴力严苛，再也不复往日的慈爱。没过多久，我母亲便离世了。你再想想，还有吗？母亲还与我说过，不知为何，父亲喜欢研究上了矿藏和舆图。你再想想，你父亲平日里都喜欢吃什么？没什么喜欢的，也没什么不喜欢的。但是这几年我发现父亲不大爱喝茶了，反而爱喝牛乳和牛乳做的各种糕点。轮盘，他怎么会有这个？这不是当年在北京我做给少央的吗？你消失了20年，我还真的以为你已经死了。楚竹，还是没能逃过你的眼睛啊！你换了一副面孔，隐藏在南叶，是少央让你这么做的吧？这是主人的命令，也是我的使命。那真正的崔俊呢？20年前他游历漠北时，为了夺他绘制的矿藏舆图，我杀了他。只可惜晚了半步，他已将舆图送回上京，而这舆图后来被文熙皇后藏在了却骨令中。我设计的还能难住我？
矿洞发生坍塌，袁小六死了。萧无一，袁小六，师傅，袁小六，袁小六，师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我阿父要与我们大家同归于尽，被污染的地下水全都被封在这矿山之下。我阿父开启了机关，要让污水淹没整个灵风铺，我们大家都会死。必须把他带回健康，这样才能把崔氏之罪告知天下，才能真正为那些枉死的人报仇，这才是天理公道。过客，落子无悔，秋雨的岁月轮廓已斑驳，半是选择，半蹉跎。爱恨难断，如风沙雨过，乱箭是非，终究不可说。此身在世间，梦外云朵。你师父舍命救了我们所有人。这是我大业鱼图，你闭上双眼，射出飞镖，射到哪儿，咱们就去哪儿。我不用蒙眼，我直接射就行。来湖有一处水上云间，那咱们就去来湖。不喜欢？那咱们就一路南下，去寻天下最好的铜矿。阿母，我其实……算了，没事。你不喜欢与阿母一起游历，那夭夭，你想去哪儿？啊，对了，我还想到有一处好地方，那里有你最喜欢吃的荷叶豆腐，盛夏之时还能乘船出海。阿母带你一起去看海，看海上日出，可好？阿母是在给阿父写信吗？对，有些事我想应该与你阿父说清楚些。崔俊的身份有问题，当年安陆二世的冤案恐怕也有问题。那阿母不打算回健康了？你呢？难不成你想随萧无一去北境？阿母，我没有，这个只是答应我师父的，我不能食言。夭夭，你觉得萧无一如何？啊，在靖安王府的日子过得可都好？阿母，我觉得他好像
像跟传闻中的不太一样，是一个很好的将军。契约无一，与子同袍，他的确给自己取了个很好的名字。不过，我问的是他这个人。他有时候挺招人讨厌的，但大概可能算是个君子吧。过去的就当都过去了。萧世子既愿意放你离去，你可曾为自己的将来做过什么打算？我当然是去跟阿母游历天下呀。阿母不是都计划好了？从前是瑶瑶不懂事，总惹阿母生气，以后我就日日黏着阿母，咱们永远不分开，好吗？